周氏，给如烟奉茶。给谁？柳如烟。从今日起，她入府为贵妾。你身为主母，就该有主母的气度。有意思啊！我叫周明艳，注册会计师。妈，反正你也活不几天了，赶紧把钱都给我吧。40年，我给老板卖命，给前夫填坑，给孩子当血包，他们吸我的血，还要我笑着。只剩3个月，我还忍什么？立马辞了工作，拉黑前夫，回家睡了一觉，没死，还穿成了永宁侯府人人喊打的恶毒继母。丈夫冷淡，婆母挑刺，继子继女恨我，外头还传我害死原配，虐待孩子，贪图富贵。上辈子我忍了40年，这辈子还让我忍，老娘不伺候了。明艳，别闹了。如烟等了我3年，你给她一盏茶，也算全了侯府体面。姐姐若不愿，如烟可以不喝。如烟自知身份卑微，不配让姐姐低头。瞧瞧如烟多懂事，你还不如一个外室识大体。她本来就心肠恶毒，怎么可能识大体？周氏，你做什么？喝茶呀。这是让你给如烟奉的茶。这茶叶谁买的？什么？侯府账上出的，还是我嫁妆银子出的？吴管家，说话。是夫人嫁妆。我的茶我还不能喝了？姐姐若不愿如烟入府，直说便是，何必用银钱羞辱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侯府现在亏空到喝茶都靠我嫁妆。你确定要来扶贫？扶贫？你若真爱侯爷，就别光哭，先出钱。周明艳，如烟是我心爱之人，不是来填窟窿的。那他是来挖窟窿的。放肆！你这是胡搅蛮缠。是我胡搅蛮缠，还是你们流程不规范？什么流程？他这3年花了侯府多少钱？侯爷养他的钱从哪儿求？他入府以后是继续花公账，还是自带饭票？姐姐，如烟从未贪图侯府富贵。那太好了，入府先交200两保证金。你疯了！我很清醒，侯府账目亏空，任何新增人口都要先交保证金，尤其是这种自带感情纠纷、后续维护成本极高的人员。姐姐这是把我当什么了？高风险住户。周氏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便让允儿休了你！你休我之前，最好先把我的嫁妆和外宅花销一笔笔结清，不然我明日就去京兆府门口挂账单。你敢？我40岁了，还怕丢脸？40岁可正是整顿傻子的年纪。吴管家，把这3年的账本拿来。夫人，今日是纳妾宴，现在不是了，改查账审计大会，账可比小妾精彩。周氏，今日你非要在祖宗牌位前闹得鸡犬不宁。您这话又错了，我是在维护祖宗产业安全。祖宗若知道侯府一边亏空，一面还给外使办入职宴，也得做起来查账。祖宗真的会做起来吗？你别听他胡说。一般不会，但如果亏得太多，就不一定了。明艳，我最后说一次，如烟入府不许你阻拦。我没阻拦。那你要200两保证金是什么意思？准入门槛。侯爷，如烟不进府了。如烟不愿姐姐为难，也不愿侯爷因我受辱。如烟，你别这样。侯爷，是如烟命薄，如烟本就不该奢望名分。小桃，拿纸笔。夫人。写。柳如烟自愿放弃入府名分，即日起与永宁侯再无瓜葛，外宅3年花销另行结算。我何时说与侯爷再无瓜葛？你刚说不进府了。我那是以退为进。柳姑娘，成年人说话要负责，你不能一边说不要富贵，
一边又住着侯府出钱的外宅。你别逼他！我逼他，我只是把他的话落实成文书。怎么，一落纸他就不深情了200两，我替他出。你有钱吗？侯爷每月俸禄多少？这与你何干？你替他出钱，就与我有关。你若用公账，我报官；你若敢用我的嫁妆，我打断你的手。你怎么能这么和父亲说话？锦瑶，你记住，一个男人若拿女人的钱养另一个女人，这不叫深情，叫无耻。周明艳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对，你们讲感情的时候，我讲钱，确实显得不解风情。柳姑娘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200两保证金，签入府责任书；第二，离开侯府，3日内结清外宅花销。什么责任书？第一，不得挑拨侯府子女；第二，不得以柔弱为名逃避账务；第三，若查出你参与侯府亏空，双倍赔偿；第四，若与旧案有关，直接送官。旧案？怎么，柳姑娘怕旧案？如烟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。哼，听不懂没关系，账本懂。周明艳，你非要把如烟逼到无路可走！侯爷，你这话很好笑。他若真不图侯府，门口就是路；他若非要进侯府，账本只是路账，无路可走，是因为他想不花钱走捷径。姐姐，我只是爱侯爷，爱他就自己养他，别让我替你们的爱情买单。够了！不够。吴管家，账本呢？夫人，账本都在账房，需些时间整理。多久？3日。半个时辰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花钱时很快，拿账就慢了。小桃，带人去账房，所有账本原封不动拿来，谁敢动一页，月钱扣完。是。如烟愿意签。如烟，只要能陪在侯爷身边，如烟什么都愿意接受。很好，那先交200两。今日如烟没带这么多银子，那就写欠条。欠条？对，保证金欠条，3日内补齐，逾期按日计息。什么叫计息？就是晚一天多赔钱。那他最好早点给。好小子，有悟性。夫人，账房里有一笔外宅大门修缮费，80两。侯爷，柳姑娘，你们那外宅的门是镶金边了，胭脂水粉24两，药材补品52两，车马费19两。柳姑娘，你是住外宅还是住侯府分号？这些都是侯爷怜惜我身子弱。那陆安昨日咳嗽，是不是也给他修个外宅？我也能有外宅，你滚一边去！如烟身子不好，这些银子我愿意出。那就从你私账里扣。又不说话了。侯爷，你的深情是不是只在别人付钱时比较响亮？每月肉账30两，下人半月不见荤腥；绸缎铺结账60两，府中无人添新衣。吴管家，少的东西是自己跑了吗？夫人明察，老奴只是按旧例办事。旧例是偷钱？老奴不敢。你不敢？那你胆子挺谦虚的。好笑吗？好笑就笑，笑完把功课补上。那我不笑了。晚了。燕窝12盏记在老夫人名下，可老夫人院中只收了3盏，剩下9盏送到了外宅。我的燕窝送去了外宅。老夫人，如烟并不知情，许是下人弄错了。你的下人可真忙啊，又帮你修宅子，又帮你拿燕窝，不知道的还为下人多爱你。姐姐为何一定要如此羞辱我？我没有羞辱你，我是在问你，燕窝好吃吗？你吃的时候没尝出亏空的味。谁笑？拖出去！
拖谁？笑犯法吗？哼，要不侯爷先把亏空补了，再管理别人的表情。3年总亏空3600两。多少？怎么会亏这么多？因为有人管账不做人，还有人谈情说爱不用自己掏钱。侯爷，如烟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。小桃，记柳如烟外宅支出680两，3日内归还。680两，我哪里拿得出？拿不出就别住那么贵。爱情可以清贫，外宅不能白嫖。周明艳，你别太过分！别急，作为侯府公账滥用主要受益人，你名下俸禄、私库全部冻结，直到亏空补齐。你敢冻结我的私库？有何不敢？谁让我是主母呢？你们刚才不是逼我有主母气度吗？现在来了，吴管家，3600两，你吞了多少？夫人，老奴冤枉。冤不冤？查了才知道。从今天起，侯府所有账目全部重查。有意思，小妾和管家还有隐藏套餐呢。今日会议主题很简单。又开会？对，又开会。刚才查账，现在定责。定责是什么？就是谁花的钱，谁还。那他惨了。你少说2句。第一，柳如烟确认3年支出680两，3日内归还。第二，入府保证金200两，3日内补齐。第三，若后续查出串通管家，双倍赔偿。姐姐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不是，我要你还钱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拿不出钱时是弱女子，花钱时怎么不是？花钱时可能比较强。总结到位。够了！如烟已经如此可怜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她可怜，我嫁妆被你挪用就不可怜？老夫人燕窝被她吃了就不可怜？哼，你心疼她可以，用自己的钱，别拿全府给你们的爱情垫脚。既然姐姐如此容不下我，如烟愿意离开。我不进侯府也不要名分了，只求姐姐别再羞辱侯爷。如烟，侯爷，如烟不想你为难。小桃，拿纸。夫人，拿好了。柳如烟自愿离开永宁侯，日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纠缠侯府，外宅欠款680两照常归还。柳姑娘，签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是为了让侯爷心疼？不要名分，是为了逼他给你名分；不想他为难，是为了让他替你为难我。套路不错，但属于最低级的绿茶话术。你非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坏吗？ No No No， 主要是你们两个。别急嘛，你也跑不了。承认外宅3年，确由其受益供养。若柳如烟无法归还相关花销，由陆承元本人私产承担，不得动用侯府公账，不得挪用子女份例，不得挪用周氏嫁妆。你让我签这个，我堂堂永宁侯岂能签这种东西？你堂堂永宁侯，能花女人嫁妆养外室，怎么不能签字承担责任？好像有道理。我不签。可以，那我明日带着账本去京兆府，标题我都想好。什么标题？大瓜，永宁侯3年花妻子嫁妆养外室，竟逼原配奉茶。你这是要毁了侯府名声！别总怪报丧的人声音大，要怪就怪家里真死人。祖母要晕了吗？先看有没有人扶，真晕会直接倒，假晕会找脚步。有必要这么盯着我吗？连我的签名都不信。信任不能替代审核。姐姐今日如此羞辱我，来日定会后悔。你这句话反派味有点出来，下次说狠话的时候别哭，影响人设。柳姑娘尚未入府，已背债880，恭喜，起点很高。这是恭喜吗？
财务意义上是。姑娘，怎么办？他以为几张欠条就能压住我，他忘了侯府里最恨他的不止我一个。陆锦瑶不是喜欢宋子谦吗？让宋子谦了。夫人，这是什么？永宁侯府家庭管理条例第1条，侯爷不得再用公账养外室。通知下去，明日前院开会。从今天起，侯府按新规矩办事。夫人又要折腾了，这府里迟早被他搅散。王婆子，夫人，嚼舌一次，扣半月月钱。夫人，老奴只是……再多言，月钱扣也。好了，现在回到正题。小桃，读新规。第一，侯爷不得再用公账养外室。第二，采买账物不符，采买人与管事共同赔偿。第三，厨房克扣下人饭食3倍罚银。第四，主子无故打骂下人，扣个人份例。第五，以为你好为名精神压迫他人，记过一次。什么叫精神压迫？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你好，你不听就是不孝，你让侯府丢脸。娘，要是听着耳熟，可以理解为重点提醒你。周氏，第一次口头警告，先不扣钱，散了吧，明日不定时检查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突击检查。厨房油烟重，夫人金贵，还是别进来了。你是怕我看见什么吧？解释。这是给老夫人和侯爷备的。老夫人一天吃3只鸡，这是给下人吃的。下人命贱，能吃饱就不错了。谁告诉你下人命贱？他们拿月钱干活，不是卖命给你糟践。侯府亏空，与他们无关。夫人，老奴在侯府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苦劳不能抵克扣饭食。刘婆子撤厨房管事，罚3月月钱。从今日起，下人每日1顿干饭，每3日见荤。谁敢克扣，发卖。谢谢夫人。别跪，好好干活就行。跪一下又不增产。下人也能吃肉？废话，干活的人不吃肉，偷肉的人满嘴流油，合理吗？不合理。有进步。姐姐真是好威风，只是如此严厉，府里人怕是要怨你。怨我让他们吃饱饭，还是怨我不让管事偷肉？姐姐总把人想得太坏，有时规矩太严，反而伤了情分。伤的是懒人的情分，护的是老实人的饭碗。姐姐为何总是如此咄咄逼人？柳姑娘，我建议你换个词。咄咄逼人今天已经用3次了，观众会腻。观众？没事，你继续哭。柳如烟每次说不过就开始哭，而周明艳每次都能把话说回账和证据上。他又送了什么？夫人说这是给老夫人的养生建议。哼，念：少管闲事，延年益寿。下面还有一行，念：若实在想滚，先看账本。夫人，小少爷肚子疼，安儿怎么了？快请大夫！我肚子疼。小朋友，我看出来了，装病逃课，顺便偷吃桂花糕，对吧？来，咱们谈谈。我现在真疼了。正常，心虚也会胃痛。那糕点不是我的。那是谁？桂花糕自己长腿，跑到你床底下了？是猫叼来的。猫叼糕点，这猫应该8岁了吧？你又不是我娘，凭什么管我？
我不是你亲娘，但你爹不管你，你祖母只会惯你，你哥忙着打架，你姐忙着饭水，这个家总得有个脑子正常的大人管你。你说谁没脑子？娘，您确定要参与进来？我不想去学堂。为什么？先生总说我笨，他们也笑我没有亲娘。他们笑你没有亲娘，你就学得比他们好，活着比他们硬气。等你以后出息了，谁再笑你，就把书拍他脸上。但在那之前，先把今天的大字补完。啊！喂，叫谁喂？加半篇。不对，夫人，你刚才说我以后能把书拍他们脸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要读多少书？很多，但你可以先从今天这篇大4开始。那我写完能吃一块桂花糕吗？写完可以吃一块，但是写丑了不算。夫人，其实小少爷并不讨厌您。不重要，我不关注他讨不讨厌我，我只确保他不能长歪。不能长歪。小姐，宋公子在后角门等您。宋郎来了，是说有诗要送给小姐，别让周明艳知道。宋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若被人看见……锦瑶，我实在太想你了。昨夜月色如水，我写下一首诗，便忍不住想亲自送给你。宋郎，侯府深宅，规矩森严，我知你处境艰难，也知你那继母不容你。宋郎，只有你懂我。我虽贫寒，心却是真的。待我金榜题名，定8抬大轿迎你过门。我不在乎你贫寒，只在乎你待我如何。只是我近日准备复考，束修盘心尚缺一些。缺多少？我本不该向你开口，只是我若不能复考，我们的将来……你别说了，我想办法。锦瑶，你果然是这世上待我最好的人。慢点说，侯府现在除了穷，暂时没有更坏的。小姐在后角门私会外男。外男是个姓宋的书生，说不慕富贵，还说此生非小姐不娶。他知道锦瑶是侯府小姐吗？知道。知道她有嫁妆吗？知道。那就不叫不慕富贵，叫精准下套。下套？你以为他是爱你，其实他要的不过是你的钱袋子。那直接告诉小姐。恋爱脑最怕别人劝，你越劝，他越觉得全世界都在阻止他的真爱。那怎么办？请进来。请进来。对，我不拆真爱。那夫人要做什么？验货。周明艳，你凭什么把宋郎请进府？你是不是想羞辱他？做。我不做，你休想拆散我们。我不拆。不拆？我只是替你面试一下未来夫婿。什么面试？就是看看他到底是人，还是披着才子皮的饭桶。你不许这么说宋郎，他有才华有风骨，不像你满脑子都是钱。很好，这句话我上辈子听过很多遍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感慨，恋爱脑从古到今版本是一点都不更新。你根本不懂爱情。对，我不懂，我只懂账本，还有男人骗钱时的嘴脸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锦瑶，我见不见得你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先知道什么叫好。夫人，宋公子到了。晚辈宋子谦见过侯夫人。皮囊不错。夫人过奖。怪不得能骗小姑娘。周明艳，别急，面试开始。第一问，你名下几亩地？夫人，
晚辈是读书人，读书人不该满口田产俗物。无田产。宋郎清高不像你这么俗。清高可以，但婚后不能靠清高煮饭。年收入多少？晚辈尚未入仕，谈银钱太早。无收入。夫人何必如此势利？我势利。你想娶侯府小姐，却分璧不正，这不是爱情，是空手套嫁妆。他以后会金榜题名。以后？那我问你，他今年乡试是排第几？功名之事，岂能只看一时成败？那就是成绩一般。第三问，婚后住哪儿？若锦瑶不嫌弃，可先随我住寒舍。寒舍多寒，3间茅屋，虽简陋，却有书香气。3间茅屋无炭火，可能还漏雨。夫人，你为何句句羞辱晚辈？我没羞辱你，我只是把你的话翻译成人话。锦瑶，难道你也用这些俗物衡量我？别看他，看我。你每次答不上来，就看他，是想让他心软替你解围，还是想让他愧疚，觉得自己俗俗？我没有。有没有？你心里清楚。第四问，你父母可知你想娶锦瑶？婚姻大事，自然要禀明父母。也就是说，还不知道。但我此生非锦瑶不娶。第五问，若侯府不给嫁妆，锦瑶只带2身衣裳，你还娶吗？宋郎，夫人说笑了，侯府嫁女怎会不给嫁妆？我没说笑，不给嫁妆，你娶不娶？这不合礼数。别扯礼数，娶还是不娶？宋郎，锦瑶尊贵，若无嫁妆，日后跟着我吃苦，我也于心不忍。翻译一下，就是没嫁妆不娶喽。夫人曲解晚辈。那你正面回答。夫人如此咄咄逼人，晚辈今日算是见识了侯府的待客之道。你看，男人答不上问题，就开始指责女人态度不好。告辞。宋郎，自己看。喜欢一个人不丢人，15岁谁没眼瞎过？你又骂我。我希望你清醒。男人画饼的时候，至少看看他有没有面粉。他连面粉都没买，就让你拿嫁妆开灶，这不叫爱情，叫借锅下饭。他以前不这样的。他一直这样。以前你只看他的诗，没看到他的品行。他说我像月亮一样干净，愿意为我清贫一生。他自己清贫就行了，为何带上你？男人说愿意为你受苦，先别感动。很多时候，他嘴上说爱你，实际上苦是你吃，活是你干。我是不是真的很蠢？是。你就不能哄我一句？能。你不是一直蠢，只是现在缺根筋。锦瑶，15岁犯蠢不可怕，可怕的是40岁还在同一个坑里哭。前夫刚追我时也说不介意我强势，说喜欢我能干，后来结了婚，所有家务、老人、孩子都丢给我。哼，我也是从10几岁蠢过来。你以前为何从不这么跟我说？从前我也不聪明，我以为凶一点你们就能听话，就不会走错路。可我忘了，你们只是孩子，我尽量改。真的？真的，但该骂你还是要骂。你现在的脑子不骂容易长歪。你就不能多温柔一会儿吗？温柔太耗电，续航跟不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，办砸了？那女人太难缠了。如烟姑娘说了，陆锦瑶必须毁在你手里，只要她名声坏了，周明艳就顾不上查账。可陆锦瑶现在已经动摇了，那就让她重新相信你。女人嘛，哄一哄就回头了。
告诉柳姑娘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这张纸我能留下吗？能。我想以后再犯傻时拿出来看看。不错，脑子开始恢复出厂设置了。那我以后若还有不懂的事，可以问你吗？可以。我该怎么称呼你？先叫夫人吧，等你哪天真心想改了再改。这个女人竟真把孩子们哄住了。老夫人，要不要告诉侯爷？不急，陆行川还没回来，那孩子最恨他。只要陆行川不认他，他永远别想在侯府站稳。周明艳，你凭什么管季瑶的事？哥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闭嘴！他害死母亲，又逼走柳姨，现在还想控制你。门3两银子，从你月例里扣。你敢！再吼，扣5两。我不受你管教。不受我管？行，你不是想当大将军吗？明日一早，我送你去军营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天天说男儿登上战场，建功立业吗？我成全你，明日送你去虎威营。你以为我怕？怕不怕，明天就知道了。我是侯府世子，怎能去和那些粗兵混在一起？怎么，大将军是从绣花枕头里长出来的？砸自家的门，叫窝里横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去军营里证明，别整天在家里欺负门。哥哥，门确实挺无辜的。闭嘴！陆安，哥哥吼你，记一笔，亲兄弟精神压迫，扣零花钱。哥哥也扣钱？扣。哥哥，你以后对我说话客气点儿。你们都疯了！不是这个家终于开始讲道理。他要送行川去军营。是，夫人已经让人收拾包袱了。胡闹！夫人，给大公子带空册子做什么？让他记账。军营也要记账？当然，吃多少苦，流多少汗，挨多少骂都记下来，免得他以为梦想只靠嘴喊。你少假惺惺。要不要金疮药？不要。那我拿出来。放回去，我是怕军营里别人没有。嘴硬也是病，但暂时不用治。站住！自己的东西自己背。真想做将军，第一件事，别让别人替你收拾烂摊子。周明艳，你要把我儿子送去军营，问过我了吗？没有。你，行川是侯府世子，身份贵重，怎能去军营吃苦？他想当大将军，不吃苦，吃桂花糕吗？桂花糕挺好吃的。他还小，17岁，不小了。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年纪都能养家了，那也轮不到你做决定。轮到你这个不教子不管家，只会养外室的爹吗？周明艳，他不读书，你说有血性；他拿刀在府里横冲直撞，你觉得他将来能上战场？战场可不是你侯府后院，敌人也不会因他是世子就让他3招。你若真为他好，就让他去见真正的苦，否则他这辈子永远都是一个被侯府惯坏的废物。说谁废物？说现在的你，但你可以不是。去军营撑下来，你才有资格说自己要当将领。撑不下来，就老老实实回来读书，别拿梦想当遮羞布。我去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废物。明天卯时出发，迟到1刻，扣1两。我都去了还扣钱？人生处处有绩效。哥哥给你，军营里可能吃不到。小孩才吃这个，拿来，别浪费。挨骂就听，挨打的就忍，挨不住就回来。我会撑下来。行，那就混出个人样来。等我回来，你别后悔。我只后悔一件事，
应该让你把昨天的门赔了再走。3个孩子，一个爱装病，一个恋爱脑，一个叛逆。若原配还在，应该会心疼吧？夫人，大理寺来人了，说是3年前沈夫人坠湖案有了新线索。夫人，这位就是大理寺少卿沈彦舟，听说他查案从不徇私，京城人都怕他。哦，长得挺贵啊，这种脸一看就不报销茶水。夫人，沈大人，下官今日奉命重查3年前沈氏坠湖一案，有几句话想问夫人。大理寺查案，茶水报销吗？不报。小桃，上白水。是夫人。夫人倒是坦荡。不是坦荡，是茶叶贵。沈大人查案归查案，不能让我倒贴。下官会尽量简短。很好，倒是省水了。沈氏坠湖前，曾与夫人有过争执。有。争执为何而起？他发现侯府账目有问题。原主，我是说从前的我，误以为他针对我，两人吵了一架。夫人说从前的我。人到中年，谁没有几个不想承认的过去？沈氏死后不久，夫人嫁入侯府。是。外界传言，夫人是因嫉妒沈氏才推她入湖。外界还传我虐待孩子、克扣下人，容不下小妾。前2个假的，第3个是真的。夫人承认容不下柳氏。我容不下的是花我钱的小三，合情合理。当年有婢女作证，说亲眼看见夫人与沈氏在湖边拉扯。那婢女呢？3年前死了。真巧，证人总是死得很及时。夫人也觉得巧？不是觉得，是经验。电视剧、话本里都这么写。夫人怀疑有人栽赃。沈大人，您是大理寺少卿，不是我请来的算命仙人。怀疑这种事要看证据。那夫人可有证据证明自己清白？没有。夫人倒是直白。我若有证据，还用在这儿陪你喝白水？夫人不怕下官继续查下去，查到不利于您的东西？怕什么？我这辈子背的锅够多了，不差再掀一个。但若查到不是我做的，沈大人记得还我清白。如何还？敲锣打鼓的还。夫人很在意名声。我不在意别人骂我泼辣刻薄，但杀人的锅不能背，影响我功德。沈大人笑什么？没什么。笑也行，1次1文钱。姐姐，他真的没有害死母亲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他现在好像也没那么坏。我也觉得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别忘了，你们的亲娘是怎么死的。周明燕再会装，也改变不了他当年做过的事。夫人，沈氏旧物可还在府中？应该在库房。下官想查看一二。可以，但库房现在我管。进去之前先登记。登记？沈大人查案归查案，不能顺手牵羊。大理寺断然不会做这种事。那就更应该登记。清白的人最不怕流产。夫人说的有理。将信送给柳如烟，告诉她，沈氏旧物快被翻出来了，今晚得烧了库房。谁在那里？完了完了，我要是被抓住，会不会被灭口？我还没吃今天的桂花糕。吴管家，夫人找您，说要核对库房钥匙。现在？对。吓死我了，差点没命背书了。滚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只有你进门像做贼。我才不是贼。那就光明正大走进来。今日大字写完了？
我有正事。那就是作业没写完。真的，我听见吴管家说今晚要烧库房，他还让人给柳姨送信，说沈夫人的东西被翻出来了。你确定？我亲耳听看见的，他说烧了。我没有撒谎。我知道。你信我？你虽然装病技术差，但告密的表情很真诚。小桃，去请沈大人，再叫2个可靠户门，今晚守库房。是。那我呢？你滚回屋里背书。我立了大功，所以奖励你少背半篇。才半篇。讨价还价，加回去。夫人倒是敢用一个孩子的证词设伏。孩子撒谎只为逃课，大人撒谎才会害命。夫人很懂孩子。现代，以前也有一个。夫人有孩子？妈，反正你也活不几天了，赶紧把钱都给我吧。算有，也算没有。来了。先别抓，等他点火。夫人不怕真烧起来？怕。所以库房里贵的东西，下午我都搬走了。我不打没准备的仗，尤其是有钱的仗。不许动！深夜纵火，挺敬业啊！加班费谁给？夫人饶命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拿下！吴忠，你竟敢烧库房！侯爷冤枉，老奴只是看库房旧物太多，怕走水，想清理一下。你家清理旧物用油罐和火折子？夫人，老奴冤枉啊！我听见了，你白天说要烧库房，还让人给柳姨送信。小少爷，你听错了。我没有，我虽然装过病，偷过糕点，撕过大字，但我这次没撒谎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自报这么多优点劲儿。把吴忠押回大理寺。老夫人救我！你若真做了，就认罪。夫人别忘了，当年沈氏死前最后见的人可是您。3年前沈氏坠湖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死前最后见的是夫人。夫人如今查库房，莫不就是想毁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？周明艳，你还说你没有害沈氏？你纵火毁证，却反咬侯夫人。老奴是纵火，可老奴只是怕夫人把所有罪都推到老奴身上。当年夫人极恨沈氏，全府上下谁不知道？说完了吗？没说完，继续。我等你把锅做大一点，待会儿一块儿砸。夫人当年与沈氏不和，沈氏死后不久，夫人就嫁入侯府，这难道不是铁证？不是。夫人还狡辩。按你这个逻辑，最多证明我倒霉，不能证明我杀人。明艳，当年的事……陆成远，你闭嘴！这3年，你有查过沈氏怎么死的吗？你没有，你只接受了最省事的答案。沈氏死了，周明艳背锅，孩子们恨我，你继续做你的侯爷，多方便。你说我害死沈氏，证据呢？有婢女作证。婢女呢？病死了。死的真是恰到好处啊！关键证人死了，关键旧物你还要烧掉。吴管家，你们这套程序玩得挺溜啊。3年前那名婢女死于疾病，可本官查到她死前曾收到一笔银子，出自你的私账。今日纵火的小厮已经招了，是你命他烧的库房，并送信给柳如烟。老奴是被逼的。谁逼你？不说也无妨，
回大理寺慢慢说。侯爷，你不能让他们带走老奴！3年前军粮的账可不止老奴一个人经手。军粮带走。军粮？什么军粮？3年前西北军粮转运，侯府曾参与结办。沈氏死前留下的残纸上正有军粮2字。所以我娘不是因为后宅争斗死的。目前看来，另有隐情。那我们这3年，真相还没出来，现在哭早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恨错了你呢？那以后就少闯一点。老夫人，若沈氏之死真不是夫人所为，那这府里……闭嘴！就算沈氏不是他害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如今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，再这样下去，允儿还有什么威严？那老夫人打算……寿宴快到了，到时候我要她当着全京城的面跪下认错。夫人，您歇会儿吧。睡不着，您是担心吴管家反咬您？不是。那是担心什么？我在想，沈氏当年发现这些东西时，怕不怕？一个后宅女子，查到军粮，查到管家，查到柳如烟，她应该知道自己很危险，可她还是查了。沈夫人是为了3个小主子吧？是啊，当娘的总是这样。夫人，有人要杀你！看出来了，字还写得这么丑。夫人，这时候你还管字？字如其人，写这么丑，说明对方心理素质不稳定。夫人可有受伤？没有，但桌子受伤了。这是警告。不，这是心虚。夫人还要继续查。沈大人觉得我现在停手，对方会放过我？他们越怕，说明沈氏当年查到的东西越重了。这时候停手，不叫谨慎，叫等死。夫人胆子很大。我胆子一般，脾气大。从今晚起，我会派人暗中守着夫人院子。收费吗？不收。那可以。夫人还真是勤俭持家，与众不同。昨夜有人给夫人射冷箭，听说是因为夫人查沈夫人的案子。夫人真不怕死啊！他要是不查，咱们还不知道吴管家贪了那么多银子。昨天厨房还给咱们加了肉呢。都说夫人恶毒，可她至少没让咱们饿着。是啊，刘婆子克扣吃食，还是夫人罚的。都别议论了，夫人卯时3刻开会。夫人说死不了就不能停工。昨晚有人给我送了一支箭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侯府安保很差。从今日起，夜巡改成2班倒，发现可疑人等，先抓再报。抓错了我担责，放讨了扣你们的钱。是。厨房继续按新规供应，但浪费饭食者扣钱。账房每日30钱交账，小桃负责登记。是，夫人。还有，不准私下传承我快死了。我活得很好，暂时还能收拾你。夫人，奴婢愿意夜里帮着巡院。你？奴婢胆子小，但识人多，若有生人进府，奴婢能认出来。小的也愿意。夫人若出事，我们又要回到从前那般了。行，愿意帮忙的，每晚加2文夜巡补贴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不是善良，我是怕你们白干活没积极性。姐姐，他们好像都不讨厌他了。那我们还要讨厌他吗？其实他昨天信我了，以前我说什么，父亲都不听。他不是亲娘，但好像比父亲更像个人。陆安，姑娘，吴管家被大理寺带走了。废物！昨夜警告周明艳的箭也没吓住他。他倒是命硬。姑娘，若他继续查下去，当年沈氏的事，沈氏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人翻不了案。
寿宴快到了，陆老夫人不是最要面子吗？那就让周明艳在寿宴上身败名裂。把宋子谦叫来，陆景瑶那颗棋还没废。周明艳不是会教人清醒吗？那我就让她亲手教出来的妓女毁在众人面前。无田产，无收入，无住房，成绩不明。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他清高？小姐，宋公子又来了。他还敢来？他说昨日言语不周，想亲自向小姐赔罪，还说若小姐不见，他便在角门外跪到天黑。跪到天黑？带他去花厅，不许去后角门。小姐，我现在见他，走正门。锦瑶，昨日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被夫人几句话激怒，更不该让你伤心。你不是说我母亲咄咄逼人吗？你叫她母亲？这不重要。锦瑶，我知你心善，可周明艳夫人毕竟不是你亲娘，她说那些话不过是想离间你我。那你今日来想解释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嫁妆一事，我并非在意钱财，只是不愿你跟着我吃苦。所以若我没有嫁妆，你还是不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锦瑶，我寒门出身，在侯府面前本就自卑。你昨日那样问我，我只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他的话一句也信不得。宋公子，我再问一遍，若我没有嫁妆，只带2身衣裳嫁你，你娶还是不娶？锦瑶，你何必这样逼我？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却拿银钱试探我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不堪的人？遇到问题反问对方，遇到压力制造愧疚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发觉母亲说的极对，你确实每一条都中。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没给我灌迷魂汤，只是问了几个你答不上来的问题。锦瑶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以前我蠢，但我现在不想继续蠢了。夫人，小姐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都得让他自己说完。您不进去帮他？先让锦瑶看看宋子谦的真面目，再进去也不迟。锦瑶，你我私下往来多次，若我将这些事说出去，你的名声还能保住吗？你是侯府小姐，最怕名声有损。你若听我的，我自然什么都不会说。不然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侯府小姐私会外男，早已情定终身。母亲果然没看错你。说完了吗？侯夫人，我在门外听半天了，你前半段装深情，后半段搞威胁，业务还挺全面。夫人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小桃，记，宋子谦威胁侯府小姐，企图毁其名声，勒索婚约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，门外的人可都听看见了。你不是想闹大吗？走，我们去京兆府，让大人评评理，看是小姐被你骗了名声，还是你这个穷书生勒索未成年少女。夫人饶命！锦瑶，最后一句你自己说，你的人生你自己收尾。从今日起，我与你再无瓜葛，你若敢胡说一句，我就告到京兆府。我不怕丢脸，你这种靠骗女子嫁妆的人才该怕。不错，脑子重新开机了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没人让我来，我与陆锦瑶本是真心相爱，是夫人横加阻拦。你还挺敬业，收了多少钱？什么钱？搜。你们凭什么搜我？我是读书人。读书人又不是免检产品。夫人，里面有20两银子，20两就卖人家姑娘名声。宋公子，你这真心打折挺狠啊！这是我自己的钱。你的银袋为何绣着柳字？
柳如烟，不是，这是我捡的。捡的？京城地上开始长银带了，告诉我哪条街，我也去捡。我也想去。你背书去。柳如烟为何给你银子？是不是让你毁我名声？小桃，写状书，宋子谦收受银钱，威胁侯府小姐，意图毁女子名节。不能报官。为什么不能？你不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最该相信律法。是柳姑娘，是她让我来的。是柳如烟让春英给我银子，说只要我毁了陆景瑶名声，周夫人就没心思查案了。他竟然拿我做棋子。现在知道了，记住，女人害女人最常用的刀就是名声。夫人，我记住了。你继续说，柳如烟还让你做什么？她说寿宴前还会有一场大戏，只要夫人护不住孩子，侯府上下自然会重新恨她。孩子，姑娘，不好了！宋子谦被周明艳抓住，还把您供出来了。废物！那现在怎么办？既然陆景瑶那边废了，就换一个。陆安，小少爷，可他才8岁，又不是要他的命，让他吃点苦，换周明艳身败名裂，值。宋子谦的供词可以证明柳如烟有意陷害陆景瑶，但还不足以证明他参与审视案。我知道，柳如烟比宋子谦聪明多了，不会把证据放在这种人手里。夫人打算如何？盯紧孩子。宋子谦说，他要让我护不住孩子。景瑶这边失败了，下一个不是陆安，就是邢川。陆行川在军营，那就是陆安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桂花糕乎？”陆安，我背错了吗？错的挺有想象力。先过来，这几日不许一个人去水边、后角门、假山后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害你。那我可以待在你院里吗？可以。那我在这里背书，有人害我时，你记得救我。子曰：“我跃不动了。”再睡，抄3遍。我醒了。夫人，小少爷，厨房送了绿豆糕，我能吃吗？先别吃。为什么？最近入口的东西都要查。那坏人好讨厌，害我连糕都不能吃。夫人，有问题吗？没毒，但你书没背完，不能吃。小少爷，老夫人让您过去一趟，说给您留了新做的糖蒸酥酪。糖蒸酥酪。老夫人让他去了，谁传的话？是老夫人院里的刘嬷嬷。老夫人院里没有刘嬷嬷。小桃，抓住他！他是坏人，那我差点为了酥酪被害。这坏人真的很懂我啊！我看看他们怎么抓坏人的，就看一眼，看完就回去背书。别出声！百密一疏。陆安，小少爷呢？救命！我不会水。夫人，你也不会水啊！少废话，拿竹竿！陆安，看着我！你要敢沉下去，今天的书背到明年。这个时候还罚我？罚你不挑日子，抓住！我以为我要死了。不会，你书还没背完，阎王不收半成品。夫人，您手受伤了，无妨。抓人！陆安落水，是在夫人进院里之后出的事。喝完。
辣。辣也喝，不喝明天发热，发热要吃药，吃药更苦。那我还是喝姜汤吧。不错，比背书勇敢。你能不能别什么时候都提背书？不能。疼吗？不疼。骗人，我摔一跤都疼。那你以后少摔。你刚才为什么救我？废话，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出事，我不要面子吗？只是因为面子？还有，你还欠我3篇大字。周明艳，叫夫人，你从军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扣钱吗？陆安为什么会落水？哥哥，不是他！你别说话！你是不是被他吓得不敢说真话？我没有！我才离府几日，陆安就差点没命，这就是你管家的结果。哥哥，事情不是这样。锦瑶，你也被他哄住了，你忘了母亲是怎么死的？陆行川，你现在很生气，我理解。你当然理解，因为你最会装了。但你再吼一句，我照样扣钱。你除了扣钱还会什么？会救你弟。看见了吗？湖边邋遢时滑的。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演戏？哥哥，真的是他救我！有坏人把我推下水，他拿竹竿拉我上来的，他还骂我书没背完。哥哥，陆安没有撒谎，今日是柳如烟派人设局。柳姨，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柳姨柔弱善良，她不会害陆安。柔弱善良，你们男人夸女人就会这么几个词吗？我不是父亲。那就别学你父亲用瞎了的眼睛认人。你不信我可以，但别连陆安都不信。哥哥，我真的差点死了，我没有帮他骗你。抓到了，此人曾在柳氏外宅出入。不说话。行，小桃，拿纸笔。夫人要审他？不，算账。绑架小少爷，精神损失费500两，落水救援费300两。我手臂划伤，药费100两。陆安的焦汤3养，合计903养。你疯了吧？现在说话了。谁让你来的？你不说也行。903两由你家里赔，查户籍，封家产，找亲戚催债。我这个人催债很有经验。你敢？我连侯爷外食都敢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若供出主使，可从轻发落；如若不然，本官按谋害侯府幼子，从重论处。柳姑娘身边的春杏给银子，让我把小少爷推下水，再引人去看。再说是侯夫人管教不当。哥哥，我没骗你吧？这个是从凶手身上搜的，藏着柳如烟与春县往来的字条。打开。引小少爷至后园，落水即可，不必伤命。事成之后，银两招救。落水即可，不必伤命。他把陆安当什么？这不可能。陆行川，你知道什么人最蠢吗？是你明明看见证据，还因为他平时会哭，就觉得他无辜。发生了何事？父亲，柳如烟派人害陆安落水。不可能！我差点淹死了。安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第一句话不是问我有没有事，是说他不可能。侯爷，你这爹当的真稳定，永远稳定的让人失望。我只是觉得如烟柔弱不会做这种事。柔弱是体质，不是免罪金牌。再说他柔不柔弱我不知道，但他害孩子挺有力气。人证物证皆在，柳如烟必须到案。会不会
是春杏自作主张。父亲，陆安差点死了，你还替他找借口？还不信柳如烟是坏人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查，别靠感觉替任何人定罪，也别靠眼泪替任何人开脱。可我从小就觉得他是好人。你从小还觉得我是坏人呢？人都会看错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因为小孩子分辨善恶，只看谁对他温柔。柳如烟对你温柔，你觉得他好；我对你严厉，你觉得我坏，这很正常。那你为什么不对我温柔？从前的我不会，现在的我也不太会，但我可以学。不用。行，那你也学着别那么欠揍，手伸出来。干什么？军营回来，虎口裂了，你以为我瞎？伸出来，不然扣钱。你不是说要跪，让军营大夫别浪费吗？你现在不是在军营，是在我眼前，该用就用。姑娘，人被抓了，纸条也被搜出来了。什么？已经派人来拿您了。侯爷现在也被夫人和几个孩子压住了。周明艳，去找齐国公。可齐国公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找他。现在就是万不得已。不过死了一个沈氏，算得了什么？柳如烟逃了。逃去哪儿了？暂时不知，但他逃得很急，外宅里留下了许多东西。有账本？没有，但有一样东西。齐国公府。3年前西北军粮转运，齐国公正是督运主官。所以沈氏查到的不只是侯府亏空，还有齐国公贪了军粮。哼，难怪要灭口。夫人，此案比我们想的更危险。沈大人，你们大理寺办齐国公报销茶水吗？报。那就继续查。国公爷，周明艳已经查到您了。那就让他和沈氏一样，永远闭嘴。国公爷是要杀他？杀一个侯夫人太显眼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比杀了他更有用。你回侯府。我现在回去，周明艳一定会抓我。你不回去，他才会继续查。你回去跪下认错。陆成远那个蠢货会护你，只要护下去，侯府就会乱。如烟明白。寿宴快到了，本宫会送他一份大礼。大礼？沈氏案的铁证，让全京城都相信周明艳就是杀害沈氏的凶手。周明艳，这次看你怎么翻身。侯爷，如烟愿意受罚，只求侯爷让如烟见小少爷一面。如烟从未想过害他。这不是侯爷那个外室吗？哭这么惨，不像坏人啊！如烟。我没有害陆安，是春杏怕我进不了侯府，才背着我做出糊涂事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贪恋侯爷，惹姐姐生气。可我再糊涂，也不会害一个孩子。若侯爷不信，如烟愿意死在侯府门前，以证清白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看着真可怜，侯夫人是不是太逼人了？听说侯夫人本就厉害，连婆母都敢骂。怕？有一点。怕就站直。坏人最爱挑看起来好欺负的人下手。明艳，如烟说他没有害，此事是春杏自作主张。他说你就信？如烟已跪在门前认错，他若真心虚，何必回来？你这个脑子，坏人见了都想劈发走。姐姐，我知你恨我，我愿意给你磕头认错。别，你一磕头，别人会以为我又欺负你。你哭得再惨，也改变不了凶手供出你的事实；跪得再久，也洗不掉那个香囊证据上的柳字。姐姐非要逼死我吗？又来了，怎么一讲证据你就动不动要死？哼，命这么脆，坏事倒是一件没少干。周明艳，外头这么多人，你非要把侯府脸面撕干净？侯府脸面不是我撕的，是你一次次给柳如烟擦眼泪擦没的。柳如烟既然回来了，便随本官去大理寺。侯爷救我！我若去了大理寺，
罪也会被大成照。沈大人，此事尚未查明，如烟毕竟是女子，犯罪不分男女。不行，查明之前，如烟先留在侯府，我以永宁侯身份担保。永宁侯，你确定要担保柳如烟？他尚未定罪，大理寺不能随意拿人。他牵涉你幼子落水案，也牵涉你亡妻坠湖案。可她只是弱女子。弱女子这个词，今天我都听恶心了。装出来的柔弱，盖不住心狠手辣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别跟我哭，我不是陆成远，眼泪对我没用。周明艳，你非要逼得所有人都难堪吗？难堪的是你，我挺好看的。夫人，此事你怎么看？他要担保，就让他担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柳如烟若再出任何事，陆成远连坐。跑了，陆成远负责；装晕、装病、装死，陆成远也负责。还有，既然他是嫌犯，就不能住内院，关到西偏院，门口派人守着，饭食、用水、出入全部登记，每天晨时、午时有时点名，少一次算侯爷失职。姐姐这是要软禁我？错，这是看守所的最高配置，很合规矩。侯爷不是要担保吗？担保不能光嘴上说说，成年人做决定是要承担后果。姐姐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妹妹，你以为哭一哭就能活到大结局？柳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每日出入都要登记，饭食由厨房统一送来，不得私见外人。你一个丫鬟也敢管我？夫人说了，岗位没有高低，职责必须落实。周明艳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忠心？夫人给我发月钱，还让我吃上肉，这比空口许诺强。反了，周明艳真是反了！远儿担保的人，他竟敢当犯人关着。老夫人，侯爷那边也很不高兴，不高兴有什么用？他每次都被那女人压得说不出话。那寿宴照办，我要让京城所有人看看，他周明艳到底有多不孝，多跋扈。可是沈夫人的案子还没查清。查清又如何？她嫁进侯府3年，把这个家搅成这样，就是她的罪。哥哥，陆安怎么样？退了热，已经能骂焦汤难喝了。你还信柳如烟吗？我以前也信宋子谦，我觉得她温柔，懂我，不像母亲那样总骂我。可后来才知道，温柔可能是陷阱。你现在叫她母亲？我还没改口，但我心里好像不那么恨她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就查，母亲说过，不知道就查。哥哥，我们之前恨错了人，这次不能再错。周明艳，你管得住我，管得住全京城的嘴吗？你把如烟关着，还每日派人看守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他谋害陆安，我没把他吊在门口风干，已经很克制了。可他尚未定罪，所以才看守，没把他埋了。这是柳如烟昨日的记录：午时称病，酉时哭晕，亥时要求见你，半夜又说梦见沈氏索命。他身子一向弱，一天3场戏，体力比我都好。你就不能有一点同情心？你儿子昨天才从鬼门关回来，你同情了吗？你去看过他吗？他夜里下行喊救命时，他问父亲为何不信他时，你同情了吗？你在心疼柳如烟，供词物证在你眼里都是疑点，他哭2声，倒成了铁证。明艳，我知你辛苦，可母亲寿宴在即，你先把如烟放出来，寿宴过后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如果他不离开呢？如果他又哭又晕又说要死，你怎么办？
你自己都不知道吧？你要脸，我给你，但你若敢放他，我连你的脸一起撕。这不是威胁，是警告。救命！醒了，我又梦见水了。你差点淹死，不做梦才怪。你能说点好听的吗？能，你命大。父亲来过吗？没有，但这不是你的错。大人不称职，是大人的问题。你不能因为他不爱你，就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。母亲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川儿，若你看到这封信，娘或许已经死了。娘近日查到侯府军粮账目有异，此事牵涉甚广。若娘出事，切记不可轻信旁人之言，尤不可因恨伤害无辜。周氏性子急，但并非心恶之人，你可怨他，却不可害他。娘只怕你长成正直男儿，莫被仇恨养歪。娘，若要查真相，去看西库旧账，无中不可信。无中不可信。娘早就知道他不是凶手，那我这3年到底在恨谁？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娘的信。娘说，不要轻信旁人之言，不要因恨伤害无辜之人。我们伤了他3年。你们在哭什么？安儿，是娘的信。安儿，娘想告诉你，不要怕黑，你身边总会有人爱你。若那人说话不好听，却愿意护你，你要学着分辨。这是说他吗？可能是。夫人已经2夜没睡了。习惯了。中年女人熬夜，一半为了工作，一半为了烂摊子。侯府不是夫人的烂摊子。现在是，我既然接手，就得把账算完。夫人为何一定要查到底，只为自证清白？一开始是，现在呢？现在是为了审视。他查军粮，查贪墨，查到命都没。结果活着的人一个装糊涂，一个背黑锅，几个孩子被仇恨养着，这不公平。夫人很在意公平。也不是，我就是见不得坏人太舒服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都想抄书？我不抄，我就是想哭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骂你害死我娘，不该说你不配做侯府主母。我找到了娘留下的信。娘说无中不可信，还说你不是心恶之人。他真这么说？我们错了。知道错了就改。那你会原谅我们吗？看表现，原谅不是嘴上说说。以后好好读书，好好长脑子。从前是我错了，以后我会查清母亲的死，也会护着你。先护好自己吧，手都裂了，还想护别人。这是3年前军粮转运的副账，少了3成粮，账面却显示足额抵达西北，而经手人是吴中。那背后就是齐国公了。有了这页账，齐国公一定会狗急跳墙。一封来历不明的信，一页旧账，就要搅得侯府不得安宁。祖母，这是母亲亲笔。哼，你娘已经死了3年，谁知道这信是不是有人伪造？祖母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娘亲？我只是不想你们被周明艳骗了。他没有骗我们。安儿，你年纪小，不懂。但我懂，谁救了我，谁信我，谁在我生病时守着我。
父亲，那天我落水，你第一句话是柳姨不可能，他第一句话是让我抓住竹竿。祖母，从前我们信您，信父亲，信柳如烟，可我们信错了。这一次，我信证据。你们都被他收买了！娘，说话严谨点，我可没钱收买3个孩子，我连侯爷养外室的钱都还没追回来。你还敢顶嘴？有何不敢？我40了，少拿规矩吓我。明艳，母亲年纪大了，你让让她。他年纪大就能颠倒黑白，那齐国公年纪更大，我是不是还要支持他当皇帝？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让沈氏继续死不瞑目，还是让孩子们继续恨我？父亲，这一次我站夫人。我也是，我也站他。虽然他老让我背书，背书和站队不冲突。我就知道。蠢货，被他几句好话就唬住了。我们怎么办？如今孩子都不信我们了。周明艳这3年恶名在外，只要寿宴上铁证一出，谁还管几个孩子说什么？国公爷送来的证据，真的能定他的罪。3年前沈氏坠湖时，湖边曾找到周明艳的耳坠。真是周明艳的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所有人愿意相信他是。干什么？犯错了？我们想帮忙。寿宴那日，他们一定会针对你，我可以帮你盯住女眷系。我盯前运和护燕。我盯糕点。我盯有没有人在糕点里下毒。你别偷吃，就是最大的帮忙。你们确定要掺和进来？这里面哪一样都不轻松。这是我母亲的案子，也是我们欠你的清白，也是我差点被淹死的仇。行，从今天起，你们3个正式加入项目组。什么组？查案加反 PUA 专项整顿小组。你后勤。听起来很厉害，为什么我是后勤？因为你背书最差，暂时不适合前线。国公爷，贾政已经送到柳如烟手中。很好。那沈延州呢？哼哼，沈延州查案讲证据，本宫就给他证据。杀人有时不必用刀。明日的寿宴，名义上是祝寿，实际上是齐国公和柳如烟给我挖坑。他们会怎么做？无非3招：装可怜、造谣、逼我认罪。还有第4招。第4条是什么？他会哭。很好，你已经掌握了柳如烟的核心技能。那我能当前线吗？不能，你容易被糕点骗走。锦瑶，你重点盯柳如烟、春杏和老夫人身边的嬷嬷。明白。邢川，你负责前院护卫，别让可疑人把东西塞进来，也别让证人跑了。是。陆安，你负责坐在我身边。就这？你是他们上次下手失败的目标，明日我怕有人会拿你做文章，你坐我身边，我才能看住你。那我可以坐近一点吗？可以。你再挪就坐我腿上了。也不是不行。沈大人，你负责什么？我负责证据。还有茶水。茶水。大理寺既然报销，就多报点。明日女眷席上，让周明艳当众奉茶认错。她若不跪，就是不孝；她若跪了，就压下她的气焰。可夫人如今不好拿捏，再不好拿捏也是儿媳，逃不过孝道2。姑娘，明日真要用这个？当然，这耳坠一出，周明艳百口莫辩。3年前的东西，谁还能查清？那小少爷那边，陆安年纪小，下一下就会乱说。只要他说一句周明艳曾经打骂过他，外人自然信他虐待继子。可小少爷现在很黏他，怕什么？小孩子是最好骗的，给点糖，下2句，陆安那个小孩子就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你才好骗，你全家都好骗，得赶紧告诉母亲去。
谁？母亲，快救我！我收集情报暴露了！又闯祸了。我去偏房偷听柳如烟的情报，她要拿耳坠害你，还想用糖骗我。糖？这次我可没上当。有进步，背一遍刚才听到的重点。她有个旧耳坠，说那是你害死我亲娘的证据。她觉得我好骗，准备拿糖骗我。旧耳坠？好，那明天就让她知道什么叫假证碰上真会计。再看，糕点扔了。我没看，我在观察敌情。敌情在你盘子里，敌人可能下毒，我盯着他们是为了大家安全。行，那盘桂花糕交给你看守，不许吃。这侯夫人看着不像传闻中那般阴毒，人不可貌相。听说她连婆母都敢顶撞，全府下人都叫苦不迭。不是叫苦，是叫开会。开会是什么刑罚？今日家母寿辰，多谢诸位赏光。明艳，娘，今日我寿辰，你身为儿媳，理应奉茶祝寿。奉茶可以，不过我有个问题。又有什么问题？这茶谁出钱？寿宴预算我看过，茶叶采买一共20，其中15两是招待宾客，5两是寿茶。我奉茶可以，但如果这杯茶要算儿媳孝心，那账上要备注孝心茶。如果算寿宴支出，就走公账；如果要我私人出，那我得先看茶叶品质。一杯茶而已，你也要算账？侯府就是从一杯茶而已亏出3600两。好，就算走公账，儿媳给婆母跪下奉茶，不算委屈你吧？娘，您确定要我跪？孝道当前，儿媳跪婆母，天经地义。行，小桃，拿软垫。你倒娇气。不是我娇气，是我膝盖金贵。我若跪伤了，侯府又要出医药费。太薄，换厚的。娘，您别急，跪也要有流程，不然别人以为侯府虐待中年妇女。不许跪！安儿，你胡闹什么？他膝盖不好，昨晚还说自己40岁，骨头不如年轻人，他跪了会疼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没说，我自己编的，编的好吧？祖母，您寿辰要开心，为什么非要别人跪才开心呢？行了，小朋友，戏过了。我演的好吗？比柳如烟有感情。安儿孝顺，祖母自然不会为难你母亲。奉茶吧。祝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少管闲事，延年益寿。周明艳，怎么了？这8个字是养生精髓，最适合老夫人。姐姐，今日是老夫人寿宴，你何必处处逞口舌之快？若你心中有怨，不如冲着我来。你终于开机了。什么？我以为你今天只负责哭，没想到还有台词。姐姐，如烟今日突然想到一事，你识得此物吗？3年前沈夫人坠湖，湖边曾找到这枚耳坠，这是姐姐的旧物。只是侯爷顾念侯府颜面，才压下此事。竟有这种事？那岂不是说沈夫人真是他害的？你胡说！锦瑶，我知道你如今被他哄骗，不愿相信，可证据就在这里。一枚耳坠算什么证据？邢川，你连你亲娘的死都不顾了吗？你不慌吗？慌什么？他拿耳坠又不是拿我身份证。身份证是什么？证明我是我的东西。那耳坠不能证明你是你。聪明，今晚少抄一些。真的？如果你接下来能不吃糕点的话，姐姐是无话可说了吗？我在等你表演完整一点。你现在演到哪儿了？耳坠出现，全场震惊，女主百口莫辩。下一步是不是该证人登场了？哦，还真有证人啊！母亲好厉害，会算命。
不是会算命，是坏人套路多，看2局电视就会了。看2局什么？人生。周明艳，你休要插科打诨！今日当着众宾客的面，你必须解释清楚。娘，解释之前，我也有个问题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柳姑娘，你说这耳坠是我的？自然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非常确定。姐姐是想抵赖？我是提醒你，现在改口还来得及。毕竟当众造假，罚的比哭戏重。我没有造假。好，小桃拿盘子，把耳坠放上去，别用手拿，免得待会儿又说我抢证据。做工不错，看起来的确像旧物，但有个小问题。什么？这耳坠太新了。你胡说！3年前的旧物，连点氧化的痕迹都没有，保存的比老夫人的脸面还完整。柳姑娘，你们造假之前是不是忘了做旧？你一个后宅妇女，懂什么金器旧痕？我是不懂，但我懂一个道理。什么？你拿假的东西害我，至少做得专业一点。这么敷衍，太不尊重反派的职业道德了。我也觉得不专业。我上次装病都知道把桂花膏藏床底下，他做假证都不知道弄旧一点，水平还不如我。安儿，不许胡言！我说实话也扣钱吗？不扣，奖励半篇大字。我就不该开口。姐姐口才厉害，自然能把假的说成真的。可当年发现耳坠的人就在这里，你敢让他出来作证吗？敢啊！我刚才说了，等你证明。带上来！这是当年在湖边洒扫的陈婆子，她亲眼看见沈夫人坠湖后，湖边落着这枚耳坠。老奴确实看见了。陈婆子是吧？是。3年前你在湖边洒扫，哪一日？就是沈夫人出事那日。具体什么时辰？约莫申时。申时？是。记下来。记下了。姐姐还想挑什么错？不急，我喜欢让证人多说2句，毕竟反派都死于话多。陈婆子，你确定沈氏是申时坠湖？是申时。你亲眼看到沈氏坠湖？老奴没看见坠湖，只听见有人喊，赶过去时湖边就有这枚耳坠。那天什么天气？天晴。确定？确定。诸位可听见？申时，天晴。姐姐问这些无关紧要的做什么？天气对你们来说确实无关紧要，但对真相来说很重要。锦瑶，这是我娘的起居记。我娘是有时2刻坠湖的。那日突降大雨，湖边泥泞，祖母还命人封了后园。我记错了。3年前的事记错可以理解，但你刚才说的那么肯定，不像记错，像背稿子。我知道，他像我背书，背熟了前面，先生一打岔就忘了后面。就算记错时辰，也不能证明耳坠是假。但能说明你的人证不可靠。星川，你现在竟也帮他？我帮证据。你是被他迷了心窍。祖母，到底是谁迷了谁的心窍？从前您日日告诉我是他害死母亲，可母亲遗书里写得清楚，他不是心恶之人。还有遗书，怎么从前不拿出来？因为有人要隐藏真相。星川，父亲，母亲死了3年，您可曾查过？我知你们怪我，可我只是想替沈姐姐讨公道。若这耳坠为假，我愿受罚。可周姐姐就没有半点嫌疑吗？你这种人拿假东西害人，被拆穿就说出发点是好。柳氏也是为沈氏鸣冤。鸣冤靠证据，不靠嗓。寿宴这么热闹，别办成丧事。祖母又要晕了吗？身边没人，她晕不了。既然姐姐说证据是假，那你可有证据证明自己清白？有啊。沈大人，看戏看够了吗？
二郎，陈婆子，你收受柳氏秦两，伪造证词，污蔑侯夫人，你儿子已经招了。诸位，真正能证明沈氏死因的不是耳坠，是这本军粮暗账。沈氏生前留下的线索指向这本军粮暗账。沈氏死前查到军粮异常，被人灭口。吴忠以供认协助转移军粮，并伪造证词，将沈氏之死嫁祸给周明艳。不可能，吴忠怎么会招？你怎知吴忠不该招？提前看过剧本。陈二，自己说。小的，娘收了春杏的银子，让娘在寿宴上作证，说3年前捡到夫人的耳坠，可那耳坠我们昨日才见到。夫人饶命！柳姑娘说，只要老奴作证，就给我儿子安排差事。一份差事，就把人往死里害。你该求的不是我，是被你们害死的沈氏，还有她的3个孩子。侯爷，我不知道，都是春杏背着我做的，我真的只是想替沈姐姐讨公道。柳如烟、陈婆子母子已招，春杏也被大理寺拿下，你还要接着撒谎吗？姑娘，奴婢顶不住了，奴婢不想替你死！贱婢，你敢污蔑我！污蔑你！宋子谦是你让我找的，小少爷落水也是你让我安排的。你身边的人怎么都这么爱背着你干坏事？宋子谦背着你，春杏背你，黑衣人也背着你。妹妹，你背上的负担这么重吗？是，我是做了这些，可我也是被逼的。是你抢了我的位置。我这破位置谁爱要谁要，管账背锅伺候刁钻的婆母，还要被没用的男人气出乳腺结底。你想要我免费给你？周明艳，你放肆！娘，今天您寿辰，我已经很给面子。这3年来，您明知孩子们误会我，为何从来不说？是真不知，还是觉得只要有人背锅，侯府就能太平？祖母，您真的没有怀疑过吗？我不知道。母亲死了3年，您一句不知道就能过去吗？柳如烟涉嫌谋害侯府幼子，诬陷侯夫人，带走。陆成远，你敢不救我？他还真敢不救你。你们以为抓了我就结束了吗？真正要沈氏命的人是齐国公周永燕，插到他头上你也得死。军粮案若真牵到他，这可不是侯府家事了。柳如烟，把你知道的说清楚。我凭什么说？你们护得住我吗？带回大理寺严加审问。我不去大理寺，齐国公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可怕。这倒是实话，反派越老，关系网越多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他可能会死在路上。有人会灭口？他把反派的名字都喊出来了，换我是齐国公，早就派人堵路了。坏人这么快？每一个坏的掉渣的人，行动力都比普通人强。我亲自押送。多带人，别走大路。夫人倒像查惯了案。我没查过案，但我见过太多甩锅的人，他们最怕活口。你别得意，我若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活着到大理寺。你现在最大的价值就是别死。他会不会真的死？很可能。退后！救我！沈大人救我！闭嘴，蹲下！谁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觉得你的人不够。我也来啦！邢川，敢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
注意别把衣服打烂了。这时候还管衣服？你这套衣服3两银子呢。别晕，你现在晕了，还得浪费人力抬你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夫人怎会赶来？他暴露了齐国公，灭口是必然的，所以我让陆行川带人绕路盯着。母亲还说，押解途中最容易出事。这都知道？短剧里的标准套路。是他，真的是他要杀我。终于发现自己不是白月光，是一次性抹布了。周明艳，救我！只要你救我，我什么都说。刚才不还说我下一个就死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错这个字，在你嘴里已经贬值了。说点值钱的。我知道沈氏怎么死的，我知道军粮暗账还有一份，我还知道齐国公府的密室。密室在哪儿？你先答应保我，可以，1000两。什么？我救你一次，差点搭上我儿子和沈大人的命，护送、保护、安抚，合计1000两。你疯了！我现在哪有1000两？那先欠着，按日计息。夫人，证人保护乃大理寺职责。那大理寺出。这，你看，也没那么职责。我都要死了，你还跟我算钱？你以前害人时不算账，现在被害了才觉得委屈，晚了。好，只要你保我不死，我欠。小桃，夫人，纸笔带了。你们连这个都带着？夫人说，出门在外，欠条常备。名字别写连笔，回头再说不是你写的，按手印。你别太过分。你也可以选择不按。齐国公可能还有第2步。你出来吧，接着说。3年前，沈氏查到军粮缺口，偷偷约我见面。他以为我是陆成远外宅，知道一些钱款去向，想让我作证。那时候齐国公已经找到我，说只要帮他，我就能顺利入侯府，成为陆成远唯一的女人。你这个职业规划挺行。后来我把沈氏约到湖边，吴中带人躲在假山后，沈氏发现不对，想逃，被吴中推入湖中。吴中推的？是，他抓住岸边石头求我救他，然后呢，我没救。行川，他现在活着比死了有用。后来齐国公派人处理现场，伪造了你与沈氏争执的证词。湖边那个耳坠是后来才塞进去的。还有一份真账在哪儿？齐国公府西院佛堂佛龛下有暗格。回大理寺，请搜查令。来得及吗？齐国公发现刺杀失败，必会销毁证物，我们必须要快。那就别走流程，等你走完流程，敌人的屁股早擦干净。如烟，侯爷，你来晚了。齐国公要我死，你护不住，是周明艳救了我。陆成远，你总以为自己情深，可你谁都护不住。明艳，别这么叫，容易让人误会我们很熟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只是后悔了而已。齐国公先一步动了，他已入宫请罪，说有人污蔑国公府。齐国公说府中旧仆勾结柳如烟，假借国公府名义敛财，还说永宁侯府内宅不宁，有人故意攀要国公府，以遮掩沈氏坠湖真相。他胡说！老狐狸咬人之前，先装自己被咬了。他属狗吗？别如狗，狗至少忠诚。现在怎么办？陛下命三司会审，明日一早，我等都要入堂问话。我也要去吗？会不会说错话？你只说亲眼看见、亲耳听到的，别学你爹，不知道还硬装知道。明艳，这我擅长。
我背书经常不知道。这不值得骄傲。齐国公会不会拿你的恶名做文章？会，因为他要打的是舆论战，你们见机行动即可。老夫人，外头都传开了，说侯府故意攀养齐国公，他是要让侯府顶罪，都怪周明艳。沈氏死都死了，他非要查什么旧案，死人再冤也不能拖垮侯府。祖母说，死人再冤也不能拖垮侯府。她说的死人是我娘。锦瑶，人并非不知对错，只是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立场。哭完就去睡，明天有硬仗，哭肿了眼，气势会输一半。母亲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我本就是你母亲。这是什么？齐国公的催命符。有了它，明日三司堂上，齐国公逃不掉了。夫人今晚不能独自待着。齐国公丢了底册，今晚肯定睡不着。他睡不着，就会派人让我也睡不着。夫人还真是习惯把坏人往最坏处想。女人活到40，靠的不是天真，是预判。母亲，我能出来吗？不能。我害怕。害怕就背书，一会儿就困了。那我更害怕了。别添乱。看见没？孩子这种生物，刺客还没来，他先消耗我30%功力。目标在屋内，拿到底册，全部灭口。速战速决。夹角了！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贡献的泥坑。你还挺有用。那是自然。水，这什么味儿？泔水，昨日剩的，不浪费。夫人还真是物尽其用。侯府穷，刺客也得参与节约。拿下！不是说侯府守卫松散吗？这他妈叫松散，这分明是陷阱窝！诸位晚上好，夜闯侯府毁我财物，是赔钱还是招供呢？夫人，杀手通常不赔钱。那就打到他愿意招供，赔钱只是我的开场。还不肯说？陆安，把今天念的书背给他听。啊？他不招，就让他听你背书。你背错一句，从头开始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想睡觉乎？”子曰：“不亦。”我招！别让他背了，这小子比刑部还折磨人。我这么厉害，看见没？知识就是力量。是齐国公府管事派我们来的，要我们拿回银票底册，杀了周明艳。齐国公果然狗急跳墙。夫人，这院子明日要收拾好久。记账，算齐国公头上。夫人明日三司会审，今晚还睡吗？睡。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老娘睡觉。夫人明日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明天我让他知道，女人会算账比刺客可怕。周明艳，明日三司堂，本宫亲自送你下地狱。听说今天审的是永宁侯府旧案，不止呢，还有军粮案。母亲，这里好大。别怕，地方越大，越适合惩治坏人。那我会不会丢脸？你说实话就行了。夫人，今日三司主审，齐国公也会亲自到场。来得正好，他老眼昏花，我正好当面给他念账本。夫人不紧张？我紧张的时候，只想骂人。你就是周明艳，一个后宅妇人，
搅得京城不得安宁。国公爷消息不准确，京城不得安宁，主要因为有人贪了军粮，还乱咬人。堂上不得放肆。大人放心，我放肆的有分寸。母亲，这也能有分寸？没骂他祖宗，已经算我克制。今日会审3案，其一，沈氏坠湖案；其二，陆安落水案；其三，西北军粮转运亏空案。柳如烟，据你此前供述，可有实证？有无中供词，还有军粮暗账。为求活命，攀咬朝廷重臣，岂非荒唐？真正与沈氏有嫌隙之人是周氏，听着也有道理。可是听说连孩子都替他说话。孩子年幼，最容易哄骗。收买他们，不过几句好话足矣。我能说话吗？我证明他没收买我，反而每天逼我背书，还不让我偷吃糕点。他还救过我，我最信他。国公爷要不要学学，别养死士皮？周氏，堂上不是你耍嘴皮的地方。难道是国公爷耍权威的地方？陆成远，当年沈氏坠湖，你为何不曾审查？当年有人证指向周氏，府中又逢丧事，我便如何？便怕麻烦没查。众人皆知周氏与沈氏不和，你信他有嫌疑，合情合理。我没有查，不是因为证据，是因我懦弱。我怕查下去牵扯更多，影响侯府声誉，所以我让周氏背了3年骂名。元儿，这些年侯府亏空，孩子受苦，我也装不知道。我并非被蒙蔽，而是不愿睁眼。你是否承认因你失察，导致沈氏案多年未清？承认。你是否承认周氏恶名并无实证？承认。永宁侯，你忽然替周氏说话，莫非他以子女相憋？不是。哼，那你为何前后不一？因为我以前蠢。这句话是周氏骂醒我的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只想说一句：3年前我错了，周明艳不该替我、替侯府、替真正的凶手背锅。侯爷自己都认错了。那周夫人看来真冤，能逼男人承认自己蠢，这周夫人确实有本事。永宁侯认错，只能证明他治家无方，不能证明周氏无罪，更不能证明本宫有罪。周氏能否证明沈氏之死与军粮案有关？能。当年军粮转运少了30%，吴中受齐国公府管事指使，虚报了军粮入库。奴才之言岂能做准？不做准。接下来是不是外事供词不算，孩子证词也不算，全天下只有你自己说了算？周氏，注意言辞。周氏，你不过一介妇人，也敢在三司堂上妄议朝廷重臣？国公爷，我可不是妄议。沈大人，可以上硬菜了。银票底册，官方一点，可以叫关键物证。这是银票底册，记录了3年前西北军粮被盗卖后所得银两的流向。这么多笔银票，都流入齐国公名下铺面，荒唐！本府产业众多，岂是一本来历不明的底册可以污蔑？别急，还有售后。什么？上人证。传银号掌柜。刘掌柜，你可认得这本底册？认得。你可想清楚再说。污蔑国公府是死罪。刘掌柜，齐国公昨夜连刺客都派了，再不说，等死了之后再说吗？周氏，不得恐吓证人。我哪句话是恐吓了？小的说，小的全说。3年前，国公府管事齐福在本号走了一大笔银子，分作12笔，入了国公府粮铺、绸缎庄和外地田庄。可有票根？已交给沈大人。
就凭这些还定不了本宫的罪。周氏，你很聪明，可你不懂朝堂。府中管事众多，有人背着本宫行事也不是不可能。还真是万年不变啊，出事都是临时工。放肆！行了，老放肆放肆的，显得多没文化。既然你说是管事私下干的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。国公府名下铺面忽然多出12笔大额银票，你不知道？府中账目由账房打理。祈福多次与吴中来往，你不知情？下人私交，本宫岂能事事知晓？沈氏坠湖，祈福连夜离京后死于外地，你不知？昨夜刺客入我宅院抢底册，想将我灭口，身上带的这块旗字腰牌，你不认识？腰牌可伪造！你这官当的，不是狡辩就是不知道。他和父亲好像。傻孩子，说实话也要分场合。齐国公，可还有解释？今日所成证据，仍不足以证明本宫参与沈氏坠湖案。那就接着审。你手里还有证据？有。柳如烟，想活的话，就开始你的表演。柳氏，本宫劝你慎言。我提醒你，不说死得更快，说了不一定多好过，但至少能多活几天。3年前，沈氏查到军粮有异，怀疑吴中和国公府管事祈福勾结。他找到我，想让我作证，证明陆承远外宅开销有一部分来自军粮银。我怕他查下去，侯爷会不要我，也怕齐国公不放过我，所以把他约到湖边，说愿意交出证据。那晚下雨，柳如烟，你骗我！夫人，你不该查这些。他挣扎时，吴中把他推了下去。柳姑娘，救我！我的孩子还小。他求我救他，我没有救。我没推他，可我看着他死了。他求你救他，他求你救他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娘那时候是不是很怕？是。柳如烟，可有证据证明吴中受齐国公府指使？有，当年吴中推沈氏落水后，祈福来过现场，他给了吴中一枚令牌，让他把湖边痕迹清理干净。那枚令牌，吴中藏了起来，后来一直用来威胁我。令牌在哪儿？吴中被抓前曾告诉我，如果他出事，东西就在侯府老井下的铁盒里。老井？沈少卿，立刻派人去取。是。荒唐！先别荒唐。沈氏死后，你为什么给侯府送了一笔慰问银？100两，还是从军粮银里出的。你吊唁死者用赃款，心里不膈应吗？那100两是……对，你当年收下的吊唁银，就是沈氏的命。大人，侯府老井下确实找到一只铁盒。打开。令牌背面刻有齐国公府私印，
就不与沈氏衣裳残料相符。纸条上写着：湖边已静，周氏可用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让母亲背锅。齐国公，这枚令牌如何解释？令牌可伪造，令牌上的丝印是国公府内印，非寻常匠人可仿。府中下人众多，遗失一枚令牌，并非不可能。你看什么？这么大个官，升将组。肃静！三司大人，昨夜刺客已供认，齐国公府管事命他们夜闯侯府，抢回银票底册，杀周氏灭口。刺客也可被收买？一把年纪，脸都不要了。本宫为朝廷效力数十年，战功赫赫，门生遍布朝野。如今仅凭几个下贱之人的供词，就要动本宫，诸位大人，想清楚后果。圣旨到！膝盖金贵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西北军粮案事关边关将士，兹命三司严查到底。凡涉案者，无论勋贵庶民，一律依律处置。齐国公暂卸职权，留堂候诊。钦此。来人，将齐国公暂押候诊。夫人，今日还只是暂时押审，齐国公根基深，不会轻易认罪。我知道，接下来恐怕更危险。国公爷，娘娘说您不能倒，您若倒了，当年西北军粮入宫那条线就没人压得住。他知道就好。娘娘还说，三司堂上先不救你，太扎眼。那他要如何？先断沈彦州的手。沈彦州？娘娘说，先停止沈彦州，再扣押周明业，证据无人推荐，自然就停了。好，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没了官职和自由，还怎么查？沈彦州接旨。臣在。太后懿旨：沈彦州与永宁侯夫人私交过密，有偏听偏进之嫌，即日起暂卸大理寺少卿查案之权，回府候审。凭什么？臣接旨。永宁侯夫人，太后娘娘有话，内宅妇人不该搅入朝堂重案。娘娘念你无知，命你即刻回侯府闭门思过，不得再插手军粮案。闭门思过？思什么过？周氏，你若抗旨，便是大罪。夫人，先接旨。好，我思过。算你识相。这不是明摆着护齐国公吗？案子还怎么查？太后出手，说明齐国公背后确有宫中线，我不能再明面查案。那就暗面查，他们盯我，不会盯孩子和下人。你想让3个孩子查？不是跑腿传话，收集证据。这是我的私印，若有急事，可拿它去城南沈宅找管事。值钱吗？比茶叶值钱。那我收好。沈大人，你也小心。他们挺你的职，是为了方便下手。你去回禀娘娘，周氏没有服软，沈彦州也没有死心。自今日起，夫人不得擅自离府，不得会见外客，不得传递文书。夫人最好老实些。放心，我最老实了。母亲，您这话可信度不高，自家人知道就行，别外传。母亲，我们现在能做什么？宫中守卫会查纸张，
那我们不用纸。不用纸怎么传话？用绣帕。绣花图案藏暗号。对，锦瑶，你负责设计。梅花代表齐国公，荷花代表太后，鱼代表银票，王八代表陆程远。星川，你负责联系虎威营中可信的人。军粮案涉及边关，军中一定有人知道当年粮草短缺的后果。是。小桃，你负责府中下人消息网，买菜的、送炭的、倒泔水的，哪个都能听到外头风声。明白。陆安，我干什么？你就算了吧。你连我也安排了？当然，废物利用也是利用。我在你眼里就只剩这个了？你要听真话？算了，我能做什么？你明日去拜访从前交好的勋贵，不要说查案，只说齐国公若倒，谁家曾收过他的银子，最好早些自清。你是要让他们自乱阵脚？齐国公的关系网像一团线，我们不用一根根解，点一把火，让他们自己跑。明艳，你从前若愿意这样与我说话……打住，别给自己加感情戏，现在是工作时间。还有，你今天帮忙，不代表我原谅你，更不代表我们能回到从前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，去吧，王八。娘娘，周氏回府后并未苦闹，只召集府中人议事。议事？守卫听不清内容，只听到几个词：梅花、荷花、鱼、王八。他在做什么？属下不知。装疯卖傻罢了。一个后宅妇人能翻出什么浪？娘娘，那沈彦舟呢？派人盯紧。至于周氏，明日传他入宫，哀家倒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有多难管教。母亲，太后明显是要为难你。我陪你去。太后只召永宁侯夫人一人。那你会不会被关起来？难说。那你别去！不去就是抗旨。那你带点吃的，宫里万一不给饭呢？放心，我不让自己饿着。中年女人出门，主打一个有备无患。糕点？盐。你带盐干什么？防止宫里饭太淡，也防止有人装晕。必要时撒盐掐人中，醒得快。母亲，开玩笑的，别紧张。可我怎么觉得不像玩笑？这说明我表达的好。永宁侯夫人，见太后还不下跪？你看什么？地上太硬了。大胆！你就是周明艳？臣妇是。哀家让你回府闭门思过，你思出什么了？思出3点：说沈氏冤死，必须查；军粮贪没，必须查。不让查的人，心里有鬼。你是在说哀家心里有鬼？臣妇没说。大胆周氏！姑娘，我知道我胆子大，你没必要一次次喊出来。好一个周明艳，你可知哀家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在侯府无立足之地？知道。那你还敢顶撞哀家？太后娘娘，臣妇只是在陈述风险。什么风险？齐国公案如今京城皆知，太后若此时压案，
百姓不会觉得太后仁慈，只会觉得护短。齐国公已经掉进泥潭，娘娘若伸手拉他，只会把袖子弄破。一锅汤里若有一块烂肉，不捞出来，整锅都会臭。你倒是会说，生活经验而已。你以为哀家护齐国公是怕他？太后怕不怕他，臣妇不知道，但臣妇知道，齐国公手里一定有让太后不舒服的东西，不然娘娘不会这么急着停止沈彦州，传我入宫训诫。娘娘是聪明人，定不会为了一个快臣的国公府，把自己拖下水。你果然不该只是个侯府记事。臣妇也觉得，太后若愿意听臣妇一句劝，就让齐国公倒。他倒了，娘娘或许只是识人不明；他不倒，娘娘就是同谋。周氏，你威胁哀家，划算不划算？娘娘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哀家若不放你走呢？那臣妇就在宫里闭门思过。这点心谁做的？御膳房。还凑合，就是太甜。夫人慎言。放心，我只点评点心，不评价皇权。今夜子时，有人转移齐国公密账，宫中西偏库。看来太后宫里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母亲是不是被太后关起来了？宫门已经落药，消息递不进去。不能慌，母亲说过，越慌越容易被坏人牵着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是母亲从宫里递出的绣帕，按昨晚的暗号来，荷花代表太后，鱼代表银票，西边绣一片叶子，就是西库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夫人可能会让我们查宫中西库。母亲交代过，若她不回，就查宫中与齐国公有关的钱粮往来。她一定早预料到了。是。少卿大人有令，沈大人被停职，母亲被困宫中，我们需要知道西偏库的动向。少卿大人早有安排，今日有时确有一批旧账箱被秘密转移。转去哪儿？子时后出宫。来得及拦吗？凭我们不行，但若有虎卫营在宫外接应，能截住车。我去。小少爷，您找什么？找我的学堂通行牌。我明天以去学堂为由出府，给沈宅传递消息。夫人说过不许贪吃，万一我路上饿了怎么办？母亲说工作提前做，挨骂少一半。夫人说过吗？我感觉她会这么说。夫人还是歇了吧，太后未发话，您今夜回不去了。我知道，我能出去转转吗？夫人慎言。那我换个说法，如果我想去茅房路过西偏库，合理吗？夫人不在一个方向。宫里布局太不人性化了。等车出宫门再拦，不能惊动禁军。宫中钱粮往来旧账，带走。你们敢借宫中物件是死罪！哼，死你大爷！娘娘，昨夜转出的账箱在宫外被劫了。谁劫的？永宁侯府世子陆行川，还有沈宅的人。周明艳呢？还在偏殿。人在哀家眼皮子底下，竟还能让外头动起来。
娘娘，密信若落到三司手中，不能留了。娘娘，传旨，齐国公欺上瞒下，私挪军粮，构陷忠臣，罪不可恕。哀家也是被他蒙蔽。那周明艳，太后娘娘，臣妇听得进。你倒是好本事，人在宫里，还能让外头替你办事。太后谬赞。你想要什么？放我出宫，恢复沈燕州查案职权，三司继续审齐国公。你要求不少，臣妇可以再加。你就不怕哀家真治你的罪？现在治我的罪不划算。齐国公已经脏了，只有把他推出去，才能显出娘娘被蒙蔽，所以娘娘不会为难。哼，你这张嘴，迟早惹祸。已经惹了，但祸在齐国公那边。齐国公欺上瞒下，私挪军粮，构陷沈氏，太后亦受其蒙蔽，命三司严查。太后要气我。国公爷慎言。这是昨夜自宫中西偏库转出的旧账箱，内含齐国公与宫中钱粮往来记录。你敢劫宫中之物，这是死罪！我劫的是政务。国公爷现在罪名够多，就别再操心别人的死罪了。都是你个毒妇！肃静！证据链已成。齐国公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好啊，一个周明艳竟毁了本宫半生经营，都是你自己贪的。周明艳不过是个女人，风光过后还是要回后宅。后宅怎么了？你们总觉得女人困在后宅就只能争宠认命，可你们忘了，女人一旦不争男人，你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明艳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明艳，侯爷有事。现在连一句程远都不愿叫了。有事说事。齐国公已倒，沈氏昭雪，孩子们也认了你，侯府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对，侯府可以重新开始，但我不一定要和侯府一起开始。明艳，我知道从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偏听偏信，不该让你背负恶名，不该护着如烟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会改。从今以后，我不纳妾，不养外室，不再让你受委屈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做夫妻？陆程远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一件事？什么？你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不代表我有义务和你重新开始。你把3年的亏欠压成一句“我会改”，然后希望我感动原谅。你这个账算的也太划算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只要你说，我都做。好。你要和离？对。为什么？如今真相大白，孩子们需要你，侯府也需要你。你什么？我也需要你。陆程远，你说这话时，自己不觉得讽刺吗？你一定要这么辱我？我只是在把事实说清楚。你现在需要我，不是因为你爱我，
是发现没了我，你撑不住侯府。你要的不是妻子，是一个万能管事。不是。那你回答我，如果今天我没有洗清冤屈，还是那个人人喊打的恶毒继母，你会求我重新开始吗？看，答案这不就出来了。孩子们怎么办？孩子们愿意来看我，我欢迎。他们遇到事儿，我也会管。但我不会因为舍不得孩子，就把自己重新绑进一段烂透的婚姻。烂婚姻，从内到外的烂。我若不签呢？那我就开始写故事。你威胁我？我现在名声刚好，印出来应该卖得不错。他要和离？是，和离书都递给侯爷了。反了！侯府给他名分，让他做主母，如今他洗清冤屈，就想一走了之。可如今外头都夸夫人，夸他又如何？一个40岁的和离妇，离了侯府还能去哪儿？夫人，您真要走？那奴婢跟您走。你想清楚，跟我走可能没有侯府稳当。可跟着夫人有肉吃，有工钱，还有人撑腰。你倒是很务实。行，工资另算，包吃住。来劝我？不是，我们来帮你收拾。我把我的桂花糕也给你带上。你舍得？舍不得，所以我只带了2块。臭小子，有孝心但不多。这是您教我的账目整理法，我重新抄了一份。这是虎威营的通行牌，有事可拿它找我。你想我了可以吃，但别吃完，我下次来看你还要吃。你们当真不拦我？母亲教过我，女人不能为了别人委屈自己。我不能刚学会就反过来逼你委屈。你离开侯府，还是我们的母亲。对，你要是不管我，我就去你新家找你。我只是和离，不是去死。别哭得像我马上埋了一样。女子40和离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。他们笑他们的，我过我的。放肆！周氏，你没有子嗣，又年过40，离了侯府，你靠什么立足？靠脑子。女人靠脑子？对。休逞口舌之快！你若和离，3个孩子怎么办？他们有父亲，也有我，但不必以我困在侯府为代价。哼，你如此任性，可曾问过孩子们？我们支持。远儿，你说话，难道你真要放他走？我不想放，可我没有资格拦。远儿，母亲，他为侯府鞠躬尽瘁，而我给他的只有麻烦，我留不住。侯爷这句话像个男人。谢谢。就算程远愿意，族中也不同意。周氏要走可以，嫁妆、掌家权、孩子探视，一样都别想带走。他们要倒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母亲一笑，就有人要倒霉。哦，你一个和离妇，能让你体面离开，已经是侯府仁慈。我就喜欢这种话说得满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小桃，夫人都在这儿了。这么多，你拿这些做什么？各位不是喜欢讲族规吗？那我也讲讲族账。陆家族学
10年间从侯府支银1200两，名义是修缮学堂，实际700两用于二族老孙子科考盘缠。胡说！族田收租，每年应入300两，实入100两。经手人是大族老长房管事。哼，你血口喷人！族中红白喜事，借侯府860两，利息还没算。周氏，这些都是族中往来，岂能与你一个妇道人家细算？各位不想让我带走嫁妆，可以。那我们先算算你们欠我的。欠你什么？挪用我嫁妆11000两，替侯府追回亏空，佣金360两，蒙冤3年，朝廷补偿300两，归我个人。这是你的本分。你们一点脸都不要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些的？从发现侯府亏空那天，人到40，做事要有2手准备，能救就救，不能救就跑，绝不能伤了自己。终究是女人，和离之后无人依靠。我不惜着依靠谁。一个离婚的女人如何养活自己？那就不劳你们操心了。我有1万种方法可以过得比你们好，比如先开一个女子学堂。我亲，月儿，母亲，别再拦了，我们已经亏欠他太多。你连这个都要检查？男人的承诺不能全信，必须核对。那嫁妆，从今日起，我与永宁侯再无瓜葛，嫁妆归我，补偿归我，侯府有问题也可找我。收费。母亲，这是我给你绣的帕子，上面有我们3个的名字。绣得不错。路上防身。你觉得我合适拿刀？至少能吓人。我这张嘴已经够吓人了，刀留给你。你记住，真正厉害的人，先动脑子。记住了。那我呢？我送什么？你不是送了2块桂花糕吗？还剩半块。你这贪吃的嘴啊！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们，但人这一辈子，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把自己困在原地。陆成远，好好当爹。你做丈夫失败，做父亲还有补考机会。娘，保重。母亲，我明天能去找你吗？母亲，我们会去看你。谁敢欺负你？告诉我。以后打架之前先估价，赔偿太贵的别打。知道了。你怎么还吃？我心里苦。夫人，这院子真好，采光不错，位置也好，就是有点小贵。夫人不是说已经砍价了吗？砍了也贵啊。夫人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家了。对。那我们做什么营生？先挂个牌子。什么牌子啊？明艳女学堂。城南有一处空宅，3进院，适合办学。我想赠给女学堂。这处宅子原是我外祖家的旧产，空置多年。若女学堂需要，可直接过户到你名下。沈大人真大方。夫人不必有负担。
沈大人办事比陆成远成熟，我岂会有负担？我今日带齐了房契、地契、税契、过户文书。秀啊！沈大人，你送宅子是想入股还是做慈善？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支持。支持通常也有条件。我的条件是，女学堂继续办下去，不插手，不插手，不挂你的名，不挂，不借此让外头说女学堂靠男人撑腰。地契过到你名下，学堂章程由你定，学生由你收。沈延洲送他一座宅子，我从前给他的只有麻烦。原想送给明艳，作为重新开始的礼物，如今却显得可笑。远儿，你还要去找他？我想把这个给他。他已经和你和离，还收别的男人宅子，你还上赶着丢脸！母亲，够了！他离开侯府，不是他丢脸，是我留不住。沈延洲能给他尊重，我给不了，这才是我丢脸的地方。母亲，这里还可以设一个女童识字班，可以，还有临时避难厢房，让被夫家赶出来的女子可以暂住。记得登记，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来闹事。我会安排人暗中护卫，只护卫，不干涉。好。侯爷，侯爷有事？我能和你单独说几句吗？陆安，我没有偷听，你耳朵都快伸到我脸上了。我只是保护你。滚屋里读书去。这是我原本想送你的。玉簪不错，拿回去吧。太贵，不适合我们现在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邻居。明艳，我知道我再说重新开始会显得可笑，可我还是想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回头，我会一直等。陆成远，你不用等我，你真正该等的是你自己长大。你以前太习惯让别人替你做选择，收拾烂摊子，沈氏替你守家，柳如烟替你造爱，我替你教子，你从来没真正独自站起来过。孩子们还在侯府，你该把精力放在他们身上，不是放在我身上。我们此生缘了，好好做的父亲吧。如果当年我早一点醒，那是另一个故事。我明白了，父亲这次好像真的懂了。懂了也不代表母亲要回去。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有2个家？对，侯府一个，女学堂一个。那我能在2个家都藏糕点吗？不能。哼，你越来越像母亲了。明艳，谢谢你，没有原谅我，但还是教会我。不用谢。谈完了？那我可以说正事了。什么正事？这是女学堂的正式备案文书，
以后明艳女学堂可合法授课、制产。沈大人，你这比送花实用多了。我猜夫人更喜欢这个。猜得很准。我若有一件不太实用的事想说，夫人愿意听吗？不太实用的事？是。先说清楚，要钱吗？不要。那可以听。周明艳，我心悦。你清醒、勇敢，嘴硬心软，明明怕麻烦，却还是会为了不公平的事站出来。沈大人，你这话准备多久了？有几日了。难怪比路程远流畅。继续。我想求娶你，但无需关学堂，无需住进沈家后宅，更无需替我管家。若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成婚；若你不愿意，我仍会支持学堂，仍会做你的朋友。我40岁，离过婚，有3个继子女，脾气不好，嘴还毒。知道。知道还求娶？我查案多年，仇家不少，不会甜言蜜语，也是一般人。沈大人是不是在求亲？小声点儿，他会不会当我新父亲？别乱说。那他以后会逼我背书吗？可能会。那我要慎重考虑。沈彦舟，你很好。你这话听起来不像好话。确实，以前拒绝人常这么开头。我明白。你先别明白，我还没说完。你很好，但我不会现在答应你。为什么？我刚从一段婚姻里出来，需要时间确认现在想要什么。我不能因为你很好，尊重我，送了宅子和备案文书，就立刻把自己扔进另一段关系里。我也喜欢你，但喜欢不是马上成婚的理由。我想先让自己站稳，再考虑要不要和谁并肩。你说喜欢我？重点是后半句。我只听见了前半句。你可以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，不必把人生挂在我一句答复上。那3年如何？3年后，女学堂应当已经稳了。你若仍愿意考虑我，我再正式求娶。这3年，我不催，只与你同行。3年观察期？可以这么说。那要定指标。夫人请说。不干涉女学堂，不替我做决定，不拿保护当控制，遇事讲证据，不说为你好。这些我都应了。好。那我现在算什么？预备合作的伴侣。很新鲜。夫人，明日第1批女同班报名已经排到巷口了。